你是否留意到，身边那些日子过得顺风顺水，事业或生活都极具福气的人，往往在很多场合里表现得并不张扬，甚至有时候还会显得有点傻气。其实，这恰恰是聪明人默默修炼的一门绝活。所谓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，真正的智者往往会把自己的才智藏起来，只在需要时亮出锋芒，其他时候则宁可显得笨拙一点，也不愿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。很多人年轻时总希望能让所有人都看到自己的聪明，生怕别人误以为自己不够机灵，就使劲表现，恨不得凡事都要抢在别人前面。然而，当一个人经历的多了，才会明白，要想长久安身立命，不仅得有真本事，还得学会审时度势，关键时刻宁可装傻，也绝不贸然逞聪明。今天，我们就来聊聊那些看似憨傻背后的大智慧。一、装傻是一种让自己远离祸患的智慧。一、刘备装作闲散之人，暗藏趋吉避凶的谋略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情节，刘备投靠曹操以后，被朝廷尊为皇叔，这原本是汉献帝为了制衡曹操所出的策略。刘备深知，若表现得过于有雄心，或者显露自己的真实抱负，一定会引起曹操的忌惮。于是他便日日在后院种菜浇水，甚至常常在脸上抹上一层泥土，唯恐被外界看出他的真实企图。果然，曹操仍然心存疑虑，于是用煮酒论英雄来试探刘备。曹操先问刘备：龙可大可小，可生可饮，你怎么看？刘备一听就明白曹操的话里有套，便立刻装傻充愣，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个编草鞋的，种点菜就算了，哪里懂什么龙啊英雄啊，还顺带谈起如何对庄稼施肥，语气里透着好像只关心种田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。曹操又趁机让刘备评点天下英雄，刘备假装没看出这是陷阱，胡乱推荐什么袁术、袁绍、刘表、张鲁、张绣之类的人。这帮人在曹操眼里可全是酒囊饭袋，听刘备这样说，曹操反而觉得，刘备不过如此，防备之心就慢慢松了下来。正因为刘备会装傻，这才在曹营里骗得了短暂的安全，也为他后来带兵脱逃创造了机会。曾国藩有句名言：聪明外露者德薄，辞华太盛者肤浅。当一个人把锋芒全部显露在外，看起来风光无限，实际上很容易把自己变成别人的靶子。反观那些懂得藏巧守拙、事事装傻的人，反而能躲过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二、《红楼梦》里的刘姥姥，看似憨态可掬，实则事事通透。在《红楼梦》中，我们经常被王熙凤的精明能干、林黛玉的灵气逼人、薛宝钗的温柔贤淑所吸引，但细细回味，却愈发敬佩那个字不识几个的刘姥姥。她初到大观园时，就主动扮丑装傻，任由王熙凤插花于自己发髻之上，自己还故意搔首弄姿，逗得众人哈哈大笑。吃饭时，她故意自报家丑，高声喊着老刘老刘，食量大似牛，吃一个老母猪都不抬头，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。刘姥姥当然明白，自己是被一群养尊处优的贵族们当成笑料一般的存在，但她压根不往心里去。她自有一份清醒，哄着老太太开心，不就是为在他们面前讨个好吗？大观园就像一座金碧辉煌的牢笼，姑娘们虽锦衣玉食，却各自命运多舛。反观刘姥姥，顶着土气傻气的外壳，实则为自己和外孙女谋得了一条活路，还为贾母、王熙凤带去了平日里宫墙深深之中难得一见的人间乐趣。换句话说，她用装傻的方式交换了更多的资源与人情。一个能够把自己当笑点的人，大多心态成熟。老舍曾说，自嘲者的心是成熟的。人若处处揭露真相，针锋相对，难保不会处处碰壁，而在社交场合里适当示弱，故意放下身段，偶尔就能收获惊人的效果。这种装傻并非真傻，而是一种大巧若拙的人生态度。
3. 《西游记》里的猪八戒装傻换来逍遥自在。在《西游记》原著里，猪八戒常常被大师兄孙悟空骂作呆子、蠢货。但是一路上他有饭就吃，有床就睡，遇见喜事他就傻乐一番，遇到烦事他也能嘻嘻哈哈地应付过去。尤其是3打白骨精之后，唐僧把孙悟空赶走，结果自己却被妖怪捉走。八戒被迫去花果山找悟空帮忙，却被一群小猴奚落嘲弄，说他长得猪头猪脑，不像好人。可猪八戒非但不恼怒，反而赶紧赔笑脸，玩谐音梗，还故意卖傻，大献殷勤，终于把悟空哄下山救师傅。猪八戒是个典型的能屈能伸代表。当他被责骂时，他从不据理力争，而是傻乐两声，或者假装无所谓。正因为这种傻里傻气，才让他在师徒4人中并不算最能打的那位，却始终能蹭到取经团队的末班车，最后还在灵山受封为净坛使者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他看似懒惰好吃，却把装傻当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，也成了一种自在逍遥的心态。古人有云，聪明太累，傻一点反倒幸福。八戒的快乐哲学有时候或许更贴近人生的实质，你越是凡事太过较真，就越容易跟自己过不去，适度装傻反而能屏蔽很多无谓的烦恼。4. 水浒传里的宋江装傻也是因势利导的巧妙手段。水浒传当中，即使与宋江表面上看十分仗义，但细究他的行事风格，就能发现他是个装傻和藏拙的高手。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以后，官府到处缉拿。宋江当时任押司，一来一回之间，他既向上级痛骂晁盖以示忠诚，又秘密告知晁盖让其快快逃跑。正是因为宋江既不露声色，又能故作姿态，他才稳住了官府，也为梁山那帮兄弟争取到宝贵的时间。其实真正会做大事的人，大多能够分得清表面文章和暗中助力的区别。见风使舵并非单纯的投机，而更是一种见机行事的灵活度。在历史或小说里，真正的高手往往深谙锋芒不可外露的道理。比如《三国演义》赤壁之战前，周瑜故意让蔡瑁、张允的投降信被蒋干发现，蒋干自以为取得了重大情报，连忙带回曹营，最终害得曹操失了2名水军大将。周瑜这番装傻示弱，就是在放长线钓大鱼。得势之人往往越深藏不露，能成大事者时常懂得把自己打扮成不起眼的角色，引诱对手放松警惕。2. 示弱装傻，表面愚笨，背后是随时可切换的智慧。孔子在《论语》里曾说：智可及，愚不可及。表面精明的人随处可见，可贵的是那些可以自如调配聪明与愚钝之人。在关键时刻，他们能够理智地发挥潜力，在日常时刻却甘愿藏拙，不给自己树过多的敌人，更不给周围人太大的压力。这种愚其实是一种不与人争、养精蓄锐的过程。1. 人生的4个阶段，从争强好胜到视弱如愚。学者梁漱溟借用庄子、达生的意境，将人生修炼分为4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底气不足却气势汹汹，像街头小混混一样，只会逞口舌之力。第二阶段，喜欢争锋，意气风发，想当主角，像指点江山的热血青年。第3阶段，似乎表面谦和了，但内心还保留着一股锐气，时不时会冲动。第4阶段，则是看似示弱，时常装傻，真正学会不张扬、不卖弄，关键时刻却拿得出真本事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人生最难的，也正是这个第4阶段的装傻。
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，而是愿不愿、懂不懂的问题。真正懂得装傻的人，往往心里一片明澈如镜，但表面上却可以云淡风轻，不刻意表现自己，更不急着争一个高下。这种高境界让他们在看似普通的岁月里默默完成自己的厚积。二，孤傲并非孤立，真正厉害的人往往自带距离感。很多真正的高手看上去都有点孤僻，但那是因为他们明白，一旦与周遭环境搅得太紧，很容易被消耗，甚至被裹挟。真正的厉害，不是凡事置身事外就行，而是在找准自己的位置后，不执着于多余的社交和无意义的纷扰。他们之所以显得不合群，是因为他们更珍惜与自我的对话，更懂得修炼内在的智慧，懂得在嘈杂的世界里留一方纯净之地。举个亲身经历的例子，我的大学同学乐乐就是个典型的聪明且会装傻的姑娘。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洗漱完毕立马去操场跑步或者去图书馆学习。她从不强迫自己事事都要拿第一，当她要放松时，就约上几个关系好的朋友，痛痛快快地吃喝玩乐。她不会因为某一天突然没看书就焦虑，也不因为玩耍过头而自责不安。就这样随心又自律地过了4年大学生活，看似散漫，却把成绩、身体和生活状态都维系得很好。毕业时，他依然能拿到心仪企业的录用通知，还在课余时间修了不少自己感兴趣的辅修课程。这种拿得起放得下的心态，其实就是装傻智慧的一种体现。他不需要事事跟别人斤斤计较，却能在关键环节毫不含糊地展现自身实力。3，在默默耕耘中厚积薄发，低调才更长久。1，小隐隐于野，大隐隐于市。装傻的人不缺实力。古人常说，小隐隐于野，大隐隐于市。真正的高人往往不去荒山野岭做隐士，反而就在热闹的都市过着看似平凡的日子。功夫电影里包租婆、裁缝、油炸鬼等身怀绝技的形象，就是一种大隐于市的写照。表面看，他们只是街头巷尾的小人物，可一旦真正遇到需要他们出手的时候，瞬间就能展露过硬本领。因为他们厌倦了当年那种腥风血雨的打打杀杀，所以甘愿回到市井里经营小生意。但这丝毫不代表他们没本事，反而是他们对江湖威名已经看得很淡，用低调来保护自己，也换来了一份踏实与安稳。现实中的古天乐就是一个在娱乐圈里极其低调的人。很多人都觉得他一年有时好像拍了不少烂片，可谁也没想到他用这些片酬建了众多乡村学校和教学楼。更让人感慨的是，他很少亲临竣工现场去作秀，但每一个工程的进度都要亲自过问。甚至在他凭借《杀破狼》《贪狼》首次获得金像奖影帝之前，大家对他的认识还停留在很努力拍戏很多形象正面上。等到有人爆料他做慈善多年时，才发现他的低调远超过想象。他就像一只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，在尘世间静静散发清香。这样的装傻其实是一种把功名放到次要位置，把行善放到第一位的选择。名与利往往就像2张无形的网，很多人拼尽全力想钻进去，却在里头越陷越深。真正看破名利的人，会在心底告诉自己，只要实力够，人品好，该来的终究会来。不必急于追逐，也不会过于怕失去。2，成功都源于默默付出，像夜空里孕育光芒的心。任何一次闪耀的背后，都有漫长的黑暗等待。很多人只看到别人风光时的外表，却忽略了对方经历了多少个黎明前的煎熬。科比曾说，你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吗？无数人摇头，而科比却说他见过每天凌晨4点的洛杉矶。不少运动员乃至普通人都因此明白，没有一种成功是坐等来的。同样的，我们或许会疑惑，为什么办公室里那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同事，居然能成为公司年度评优的候选人？
为什么同学里某位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人，最后却拿到了名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？因为他们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努力，埋头苦干。每个白天别人看到的只是普通人模样，可到了夜晚，他们或许在埋头钻研，挑灯夜读，积攒着随时爆发的力量。哲人言，成功的花儿，人们只惊现它现实的明艳，却不曾留意它在黑暗之中经历的漫长等待。种子在土里要暗暗长出根系，花苞才有力量破土而出。一旦时机成熟，便能绽放艳丽。我们经常感到焦虑，是因为没有耐心等待。但真正懂得装傻之人，往往更能沉住气，一面埋头耕耘，一面静待花开。4. 遇事时稳住情绪，不争一时之长短。1. 王阳明，人须在事上磨，方能立得住。在生活当中，如果我们心浮气躁，急着想证明自己，往往会把事情越弄越糟。王阳明就曾说过，人须在事上磨，方能立得住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需要在各种实际的挫折、挑战中锤炼自己，从失败和经历中积累经验，才能真正立足于世。凡事过于急功近利，想靠小聪明一步登天，就会像空中楼阁，迟早垮塌。而那些能够稳住情绪，懂得藏事的人，通常更能等来机遇的开花结果。曾有不少历史案例证明，过早将目标昭告天下，或过度显摆自己布局谋划的人，大多会被对手暗中针对。譬如衣带诏事件，董承还没来得及行动就暴露了，因为他行事张扬，无意中让家奴听到了谋划的内容，连夜将此事告诉曹操，最终一举被剿灭。可见，真正厉害的人不会满世界喊口号，他们宁可藏在幕后苦心经营，一旦时机成熟，才会一击制胜。2. 水静极则形象明，心静极则智慧生，把稳情绪是高明之举。昭德新编里说，水静极则形象明，心静极则智慧生。回想一下，许多时候我们被人激怒，最终后悔的往往是自己。一时冲动，言语失控，该保守的机密脱口而出，该留的余地也没了。情绪像洪水般冲垮我们的理智，事后只能懊悔不迭。北宋大儒程颢也说过，夫人之情，易发而难治者，为怒为甚。越是急躁的人，越容易被愤怒挟持，最后失去机会。林则徐在官场上遇到各种棘手的事，有时也想发火，可每次看到书房墙上挂的“治怒”2字，总能提醒自己冷静。胡适在和老婆起冲突时，就索性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，等火气消了再出来说话。别看这是一种憋屈的做法，但正因为能控制脾气，才不会在冲突时酿成无法挽回的结局。再说个负面教材，晋代王蓝田脾气大得惊人。有次吃饭，想用筷子砸鸡蛋，却没砸住，一时恼怒，把鸡蛋往地上一扔，鸡蛋还在地上转悠，他又扑上去想踩碎，结果又没踩到，折腾半天，把自己气得不行。看似是小事，却折射出一个道理，被情绪牵着走，只会让你陷入更大的混乱。真正会装傻的人，会在盛怒时及时沉住气，让自己先糊涂一下，不让火气把大脑烧坏。5. 慢一点，傻一点，福气也会多一点。1. 饭没煮熟，不能贸然接锅，但为夫好，不可轻易敲可。有句话说，大事要静，缓步才能稳。凡事过于急促，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。煮饭时心急火燎，老去掀锅盖，只会让米饭加生，夫但实耐不住性子，总去敲壳看鸡宰出来没，反而可能把雏鸡都给敲没了。齐白石年轻时拜访篆刻大师，那位老人让他回家挑一担石头，等石头都磨成土了，篆刻自然就学成了。很多人听了这话，都觉得这是在敷衍或打趣齐白石，然而齐白石当真扛回一担石头，日夜琢磨，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成了国画和篆刻的一代宗师。这就是慢工出细活的含义。
若我们时刻紧张，恨不得什么事都瞬间完成，往往焦躁不安。懂得放缓节奏的人，看似笨，却更踏实，也能享受过程。就像做一道大菜，需要精心炖煮才能入味，若急急忙忙的大火乱烹，只怕还没熟透就端上桌了。2. 少一点功利心，多一份淡泊。菜根谭里讲，岁月本长，而忙者自促；风花雪月本闲，而扰攘者自容。时间对于所有人都一样，可有些人总是自觉日子不够用，到处忙乱；另外一些人活得从容不迫，似乎一天有48小时。说到底，还是心态的区别。一个人若过分看重得失，就会时时焦虑，今天做这件事有没有收益，会不会亏？而懂得装傻的人，往往抱着先静下心来，把手头事做好的思维，不急于求成，也不急着表现，反倒慢慢在日积月累里收获更大的成就。6. 我理解了，与更多人分享这份装傻的智慧。回到开头的问题，真正厉害和有福气的人，为何都懂得装傻？因为他们明白，人生中最难的并不是怎样显露才华，而是在合适的时候收敛锋芒。他们从不缺乏智慧，只是懂得给自己留退路，更懂得给别人留余地。相较于咄咄逼人、事事较真，他们更在意生活的和谐与长远的发展。如果你也体悟到了装傻的妙处，欢迎在评论区里留下我理解了，和更多的读者一起分享你的心得。人生的每一步都可能因为多了一份包容和韬光养晦的态度，变得更加宽阔。让我们彼此传播这样的正能量，让越来越多人学会在浮躁的环境里保持清醒和从容，学会在激烈的竞争里保护自己，善待别人。当然，装傻并不意味着委曲求全，也不意味着真正愚笨，而是在不重要的关头学会示弱，把真正的实力留待关键时刻。这种智慧能帮我们省下大量的时间、精力，避免无谓的冲突与消耗。每个人的一生都充满了各种选择，何时锋芒毕露，何时谨慎收敛。希望我们都能在藏与露之间游刃有余，不被虚名和杂念牵着鼻子走。最后，也请你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更多的人，就像散播一份光、一份能量，把装傻的智慧传递开去。也欢迎你关注和订阅我们，让我们在下一次的相遇中继续探讨更多人生的课题。愿你在历尽风雨之后，依然能够傻里傻气、乐乐呵呵，成为那个真正拥有福气与智慧的人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